欢迎回到我的影片。在这次影片的后半部，我会和大家分享旅游的心得以及旅程的花费。首先呢，我要介绍的是天宝山海游馆，它是我在大阪最喜欢的景点，同时它也是日本最大的水族馆。海游馆营业时间和门票每天都不太一样，门票可以在网络上购买，也可以在现场排队购买。可以先打开 Google 网页，找到天宝山海游馆，在左边的侧边栏可以找到海游馆的官方网站。点击进去后，可以看到右下角资讯，介绍今天的营业时间。下面则是月历。首先可以看到9月的营业时间表，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开始营业时间，用颜色对照下方的营业时间，就不会弄错。票价我们可以回到上面查询或购买。左下角有门票查询的选项，一样是用颜色区分价格，通常人多的时候就会贵一点。海游馆里至少有超过15个大型水箱，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核心是一个9米深的大水箱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金鲨的家。整个水族馆的设计非常独特，游客可以从8楼开始由上而下环绕这个大水箱，依次欣赏到模拟环太平洋地区各种海洋生物生活面貌的展示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和景观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海底世界，真的非常推荐，一定要体验一次哦。
假期间的平日人一样很多，不建议这个时候来。耳边都是日本小孩的声音，孩子的想法也通常很单纯直接。逛完海油馆肚子饿，到隔壁吃上一份土手烧，刚刚好。牛杂用味噌炖煮，配上白饭，是不容许错过的美食哦。下午，家人们回饭店休息，我自己在新大阪站乱晃。傍晚去饭店附近的大型超市买晚餐，空间很大，人很多，基本上都是上班族。体验了一把在地上班族的日常生活哦。最后一天在大阪了，先去天狗吃串炸。11点多到，不用排队，入座后门口就排起了人龙。隔壁桌的客人一直加点土手烧，忍不住点了一份。说实话，天宝山的土手烧比较好吃，串炸味道还行，只是老师傅都不在了。饭后逛一下通天阁新世界。
下午在梅田逛街，有名的咖啡厅要排队，楼下随便找一家咖啡厅，实现蛋糕自由。25年前的日本妹妹，也像现在一样好看的话，我的日文程度应该不会像现在一样。傍晚的重点就是梅田的夕阳和夜景，建议先查找好落日时间，提前30分钟上来。晚餐时间，名店大排队，附近找到这家拉面。店里位置很少，店长招呼时很热情亲切。第一次在日本吃沾面，不夸张，无敌好吃。这间以后我只要来大阪必吃，而且会特地来吃。鸡白汤拉面吃完，盖上满满的起司酱，炙烧，淋上橄榄油。我外甥说很厉害，这餐真的为这趟日本之旅画下完美满足的句点。这趟旅程最让我深刻感受到的，就是吃饭真不容易。那些声名远播的餐厅，几乎都得提前在网络上预约，否则到了现场，不是要排上漫长的队伍，就是会被告知抱歉客满咯，今天无法接待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避开观光区，选择 Google 评价 4.0 以上的餐厅。当然，谨慎的话可以多瞄一眼负评的原因，这样的话踩雷的机会会小很多。至于用餐预算方面，套餐可以抓个6000到1万日币，简餐大概2000到3000日币，拉面的话大概是900到1500日币左右。到日本，我特别推荐大家喝明治鲜乳，好喝又便宜，1公升大约日币330元。我几乎每天都喝，成了一种旅行中的小确幸。日币贬值后，日本真的是购物的天堂，不仅是电子产品价格比台湾亲民，连一般的民生用品也令人惊艳。在Outlet里，你可以找到质感极佳的背包或鞋子，只需要6000日币。男性的平价服饰价格范围从日币1500到15000，
选择丰富多样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日本的住宿其实不算贵，但这里有个小小的建议，最好是双数人同行，2个人一间的优质旅馆，一晚花费不超过1万日币，选择多且品质不错。假如是3个人一间，单人花费则会从5000日币以内提升到6000到8000日币左右，而且选择很少，多半是双人床加1张小床，只适合带小孩的。不过订房时要特别注意时间点，平日和节假日的价格差异可能会很大，建议提早预订，以免受节假日或旅游旺季的影响。交通费永远是日本旅游的主要支出，尤其是你计划走访一些距离较远的景点时，2个人以上的话，我真心建议请租车，会比较划算。5天 JR Pass， 人均1天约6000日币。我这次自驾游为期10天，租车加上保险、过路费、油钱及停车费，大约花了125000日币，人均1天约4200日币。而且这次旅行中正好遇到 JR 大规模停驶，因为我们选择自驾，所幸避免了铁路延误的影响，也因此省下了不少不必要的巨额支出。这次开销总计，长荣来回机票约6万，租车10天约2万6，住宿15晚大约6万，16天生活杂支5万6，消费共计约20万。